的警队需要。10年的家庭主妇，你们人事是干什么的？我们这个不是慈善机构。妈妈，我更想和爸爸在一起。儿子的话你也听到了，他更想跟我待在一起。还有，你别想着打官司报我出轨的新闻，财产我都已经转移了，你瞒不过我。想找私家侦探，没门儿。我就是要和你离婚，找到你出轨的证据，你跟那个小三都身败名裂。我知道你很愤怒，但你是我的老婆。我离开你，依然可以过得很潇洒，但你离开我，你只会一无所我不是死了吗？我的腿。我不是死了吗？确切的说，你马上就要死了。Tell me the truth, this is the end. I feel like lose myself. Ooh, ooh, ooh. 你是谁？你的怨念太深了，只有来此地引渡，放下一切，才能离开这人世间。这里就是引渡处，从这里跳下去，解除你今生的束缚，从此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谢球。乐乐，为什么他们要勒死乐乐？这是将死之人即将发生的画面，这意味着你的儿子将在不久之后死亡。我不接受。想要救你的儿子吗？怎么救？我可以将你魂镇到将死之人的身上，也就是你的宿主。你用宿主的身份活下去，这是你回到现实世界的唯一机会。可你为什么帮我？你的执念太深了，渡你也是在渡我。好。别。你好，谢球。你用宿主的身份活下去，这是你回到现实世界的唯一机会。巴黎时装周限量套装，明星限量挎包，不错，宿主还有专职司机。这不是我的高中同学富家千金欧阳雅吗？麦家明暗恋多年，但是一直被拒绝的白月光。我再多睡一会儿。你刚回国，还需要倒时差。辛苦你来接我了。雅雅，这是我的荣幸。谢球他节哀顺变，这实在是太突然了。那天我不在家，他吞药自杀了。说起来，还是怪我。我本来可以制止这一切的。演技不错啊，装深情，你第1名。
佳明哥，一下子失去2个情人，心里肯定不好受吧？节哀。2个情人，乐乐，为什么他们要勒死乐乐？为什么他们要勒死乐乐？我的乐乐没事。哎，这麦家儿媳啊，因为车祸截肢了，一时想不开，也真是太可惜了。这母女俩真是巧了，女儿吞药自杀，妈妈呢跟着跳楼自杀，真是母女情深。你不能拿走这些，这是佳明送我的。你懂什么呀？啊，我拿走了，他才能给你买更贵的。傻了吧你！那愣着干啥？赶紧给我转账去，每个月10万，1分不能少。你绝不可能会为我自杀。哟，都惊动媒体了。麦先生，您身为麦氏建筑董事会成员，又将明天心理咨询经营得有声有色，您妻子是否长期缺乏您的陪伴和关心呢？荒唐！我每天都会回家陪她吃饭，每周末都会陪她去逛街，而且每年我都会陪她出国旅游。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可是网上传言说，您妻子是因为您出轨的缘故，所以才轻生的呀。胡扯！这一定是有人故意制造假新闻。我相信佳明是不会出轨的，他发过誓，如果他出轨，会把自己的个人财产和股份无偿捐献出来。你说什么？我在帮你结尾。我已经设立了个人信托基金，将来我的财产都会留给我的儿子。麦总真是爱子之深切呀。深信不疑的枕边人，才是最隐秘的伪装者。乐，你没事吧？干妈，我没事。哎，干妈，你怎么受伤了？小伤而已，不打紧的。我去处理一下伤口。亲爱的，原谅我的软弱和自私。我对这个世界不再抱有任何希望，唯一放不下的是我的儿子乐乐。你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我唯一相信的人也只有你。我死之后，乐乐就交给你了。你这个勾人的小妖精，妻子刚离世，就在这和我卿卿我我，你这个没良心的呀！比起谢秋那个白开水，还是你更有情的。你是不是误会佳明了？他不像是那种人。他都已经承认了。那你打算怎么办？我要曝光他出轨，跟他离婚。宝贝，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原来你一直保护的小三，是我儿子的干妈。喂，2个小时内，洲际酒店见。雅雅，你这是上哪出啊？谢秋，我喜欢的只有你一个，我真的不喜欢欧阳雅。你大学的时候总是给我递情书，那时候年纪太小，也不知道怎么回应你。后来你和谢秋结婚生子，组成了美满的家庭，所以我以为你也没有那么喜欢我。我对谢秋是责任，不是喜欢，对你才是长久的心动。那你还不赶紧去洗澡？安装上全球定位系统，我才能随时知道你的动态，保护我儿子。佳明哥哥，要不我们来玩一点好玩的吧？哎，佳明哥哥，有体检报告吗？我可以把去年的给你看。我要的是男性专科的体检报告，越详细越好。哎，雅雅，这不是在逗我吗？男人对太快得手猎物是不会珍惜的。佳明哥哥，急什么？来日方长。雅雅82年的阿飞，记得记下账。高端的猎人往往以猎物的方式出现，很好，你上钩。没事吧？如果麦佳明是凶手，你怎么在这儿？为什么他要救下乐乐？这是欧式商圈，我过来视察一下。这是我儿子，麦乐乐。阿姨好。你好。饭点了，要是没事的话，中午一起吃个饭吧。好。乐乐，多吃点。谢谢阿姨。我接个电话。嗯。阿姨，你不喜欢吃虾吗？我对虾过敏。我妈妈也对虾过敏。要是妈妈还在的话就好了。那爸爸呢？爸爸他……公司临时有个会，我得先走了，我让保姆来接他。
没关系，待会我送他回去就好了。好，麻烦你了。今天是乐乐的生日，但你根本不记得，今天不仅仅是他的生日，也是他的将死之日。阿姨，谢谢你陪着我玩。今天是你生日，重要的就是你开心啊。你怎么知道是我的生日？以前你妈妈告诉我的。瞧瞧你，又吃成小花猫了。瞧瞧你，又吃成小花猫了吧？妈妈，是你吗？妈妈，我想玩旋转木马。你都多大了，还玩那个，幼不幼稚呀？林心妍什么时候生了一个女儿？真真，走，爸爸带你去。乐乐，你去哪儿了？我一直在找你。阿姨，对不起，我身体不太舒服。没发烧？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吃完维生素片，我总会头晕脑胀。哪里来的维生素片啊？这是爸爸给我的维生素片，让我每天按时吃。这是我给你和儿子买的维生素片，你老是忘记吃。欧阳小姐，今天多亏您了，多带乐乐一天啦。不客气。儿子的将死之日终于结束了，是不是意味着我的儿子可以活下去了？佳明哥今天还没回来吗？先生刚刚回来了，但是突然又开车出去了。深更半夜突然出门，一定是有很重要的事。明明住在市中心，修个车还需要舍近求远跑郊区。大小姐，按照你的调查和发现，林心妍开的花店是麦家明出的，他和女儿林真真住的公寓也是麦家明出的租金。林真真是前段时间被林心妍从老家接过来的，他们在外人面前非常谨慎，没有人知道林真真是麦家明和林心妍的女儿。林真真多大了？9岁。林真真竟然和乐乐同岁，你不是出轨2年，是10年，甚至不止10年。检测中心的结果显示，那罐维生素根本就不是维生素片，而是容易让人产生消极心理的药物。药物？这类药物服用后容易让人产生抑郁、消极情绪、精神恍惚、厌食。好一招狸猫换太子！原来我和儿子吃的保健品，早就被你动过了手脚。下周麦氏建筑的投资提报会取消吧。好的。大小姐，董事长让我通知您，下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您为欧氏集团的继承人。好的，我知道了。这个美甲跟勒死乐乐的指甲颜色一样。你们俩曾经是我最亲密、最信任的人，现在却是想要合谋杀死我儿子的罪魁祸首。他呀，有点印象，不过我好像有点想不起来了。我好像又想起来了啊！他呢，前段时间找我们修过一辆车，车牌尾号4个6。
是。哎，不过要说起来也挺奇怪的，那辆车吧，它本身就有问题，特别是那个刹车，他还专门说要我们销毁的干净一点。儿子的话你也听到了，他更想跟我待在一起。还有，你别想着打官司爆出轨的新闻，财产我都已经转移了，你玩不过我。这一切根本不是意外，刹车被动了手脚，是麦家明的预谋。你想让我死，是因为你怕我揭露你的丑闻，影响麦氏建筑上市计划。好，那我就让全世界都看看你的丑陋嘴脸。张秘书，下周欧氏继承人的发布会，我有料要报。好的，大小姐。怎么会就这么死了？明明差一点，我的计划就要成功了。很不甘心，对吧？事实就是，我们很难改变已经发生的事情。虽然你并没有改变宿主的命运，但你一定有很多收获吧？确实收获颇多，让我知道了曾经的自己有多可笑、多愚蠢，被人耍得团团转。起码你保护了自己的儿子。也是，做人要学会知足。这次你失败了，你还有3次机会，你还想继续吗？即便我儿子已经脱离了死亡的诅咒，但也不能确保他就是安全的。这一次，我要为自己讨回公道。你的执念更傻。这一次的宿主是性感美女。苏娜，你的面试通过了，明天直接过来报道吧。不好意思，你是？我是裴晨，你未来的 boss。作为我的私人秘书，我有必要提醒你，多吃 DHA， 补充记忆力。好的，裴总。裴晨是麦家明没有血缘关系的弟弟，也是我的大学学弟。别忘了你进麦氏建筑的目的，色诱裴晨，拿到麦氏建筑在幸福国际城的竞标底价。我竟然是麦家明的间谍。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阿拉比卡咖啡豆，手冲特制咖啡，裴总专供。也真是劳烦你了，看来查了不少我的资料吧？不过网上的公关文你也信？我只喝白开水。不好意思，那我给您重新倒一杯。还有，这件衣服也换一下吧。不够性感吗？你是去谈客户，不是去陪客户，懂？这是幸福国业城的项目，也是我回国接手的第1个项目。秘密文件不允许透露给任何人。
明白。苏秘书，你们这项目要想成，这杯可得干了。这一杯我替他喝了。你们俩，今晚让他陪我，再让利10个点。这个项目，我跟董事长说，给你。你毕竟不是亲生的，想要站稳脚跟，还得哥们帮你。干嘛？这就是传说中的预备导弹。裴总，谢谢你刚刚帮我解围。你是我的人，当然不能让外人欺负你。可是得罪了他们，幸福国际城那个项目黄了怎么办？那不就正合你意了吗？我知道你是麦佳敏派来的吧？是，我是他派来接近你。他想通过你拿到幸福国业城的竞标底价，然后再卖给竞标对手，好让父亲对我彻底失望。但你迟迟没有给他底价，他害怕你完成不了任务，于是就设了今天这个局。今天我如果真答应让利10个点，就坐实了我贿赂的证据。啊，裴总。别忘了你躺在医院的亲人，竞标底价什么时候给我？我宣布，通过麦氏建筑和佳人集团的公平竞标，幸福国际城的开发权将交由佳人集团获得。小陈啊，你这刚回国，对国内的行情了解的还不够透彻，但没关系，只要你继续努力，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越来越好。难为大哥了，抽空来参加竞标会，没想到是这样的结果。裴总，董事长到了。爸，小陈这次已经尽力了，你可千万别怪他。他年纪小，在决策上难免会有失误。这次没有竞标成功，我倒觉得是因祸得福。家人的竞标价近乎天价，这种赔本的生意，谁做谁就是傻子。这种赔本的生意，谁做谁就是傻子。您昨晚喝醉了，我送你回的家。你怎么开的门？你的密码是谢秋的生日。你认识谢秋？不对，你怎么知道密码是他的生日？上次在你办公室，
看到你的手机屏幕是他的照片。我看过你的履历，你不可能认识谢秋。你是麦佳明的弟弟，也是谢秋的学弟。你跟谢秋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家粤菜馆，你喝了3瓶可乐。你究竟是谁？我是谢秋。你没有什么要跟我解释的吗？麦总，我是按照裴总的竞标底价给你的，童叟无欺。按照计划，我会给麦佳明你的竞标底价，可我们出的是天价，家人为了打赢我们，只能出得更高。明面上是他们赢了，可是天价的亏本买卖根本不划算，所以还是你赢了。裴春根本不是什么擅长，也许他早就看出你有什么不对劲，所以故意在这儿给我扮猪吃老虎，等着我。麦总，要没什么事，我先走了。等等，我答应过给你母亲治病，她现在哪个医院？我来帮你安排。要不微信转账吧，这样方便一些。好。苏娜一直叫我麦老板，从来不会叫我麦总。何况她只有一个妹妹在医院。你到底是谁？这些天，我一直在查你车祸当天的监控，虽然被损坏了，但我找专家修复好了。这是我家地下车库，趁我睡着，能拿到我家钥匙的，只有麦佳明。大哥的狠毒，我今天才真正见识到。连我妈也是他下的手。我原本以为大哥只是不喜欢我，跟我不对付，但没想到他如此丧尽天良，坏事做尽。现在视频也有了，证据确凿，我们去告发他。视频里的人一身黑，包裹得很严实，怎么证明这个黑衣人就是麦佳明？那就杀了他。你杀了他，然后去坐牢，为了一个人渣，值吗？杀人诛心，他一心想得到麦震天的认可，无非想成为麦氏的掌权人。如果让麦震天知道了他杀了自己的老婆和岳母，他这辈子想得到的权势，下辈子也别想得到。I can't seem to face up to the facts. We are afraid and we are blind. I hate people when they're not polite. Hey. 苏娜，苏娜，苏娜，我在这儿。你没事吧？没事，脚崴了。我先走。带着个瘸子往哪跑啊？你们是谁派来的？快撵过去吧！
都赢了。我不想因为我的缘故，让你受到任何伤害。你昨天才信誓旦旦的和我说，我们一起共进退，不到24小时你就退了。那些混混我查过了，是麦佳明派来的人。麦佳明这个人为人阴险，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错了，他们想对付的其实是我，除掉我才能确保他是麦家唯一的继承人。我一直默默喜欢你，只是被大哥抢先一步表白。如果我知道你因为他受了这么多伤害，当年我一定不会放手。这世上，我已无人可依，也不再相信爱情。是我。 영원히 꿈일까봐 이제 눈을 떠도 너야 逗你玩的，我不会趁虚而入，也不会强迫你。可是我认真。 This is love story 감출 수가 없는 너만 보는 두 눈을 감을 수가 없는 나 一会儿和父亲见面，不用紧张。一会儿要向他老人家揭穿他儿子的真面目，他真的不会受到打击吗？我爸爸是个正义感十足的人，不会因为麦佳明是他儿子就偏袒他。这次，我也要让他失去最真实的东西，感受一下我的痛苦。放心吧，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会在你身边。佩晨，谢谢你，让我感到不再是一个人。 小陈啊，这可是哥哥送给你的最后一份大礼。 너의 기억 모두 가져가줘 다 지워줘 Down for me 너를 떠날 수밖에 멀어질 수밖에 없으니까 이런 날 제발 용서해줘 你为什么是从车里出来的？裴晨也是将死之人，我穿越到了他的身上。你凭什么替他保护我？你凭什么替他说喜欢我？难道这些通通都是假的吗？ 裴晨暗恋你是不争的事实，但我想告诉你，你值得被喜欢、被爱，并不是真的没有人可依靠。那你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是出自你的本心，还是用他的身体让我感到我被爱？这不重要。好，开始吧。你准备好了吗？ 再一次穿越到新的宿主身上。谢谢你，让我有了更加坚定的勇气。保姆张姐，姑姑，中秋节的月饼收到了吧？张姐竟然是林心妍的姑姑，
一定是及时删除了。能在我睡梦中拿走钥匙的，能让我妈毫无防备的只有张姐，而张姐很有可能是被指使的刽子手。学习好有什么了不起的？装什么呀，书呆子！小年纪怎么不学好啊？光天化日之下欺负同学，你们还有没有王法了？你就是他们家一臭保姆，你管什么闲事儿？今天我就非管不可了啊！道歉，马上给麦乐乐道歉！还道歉？信不信我马上去找你们校长，让他好好严肃处理？软的不吃，下来硬的是吧？行，我报警，让你们家长警局见。对不起，阿姨，我们错了，麦乐乐，对不起。林真真，以后啊，他们再欺负你，你必须告诉老师。对了，林真真跟他们是一伙的吗？为了讨好他们，他总是跟他们混在一起。他们欺负你就是不对，以后他们再欺负你，你不要忍气吞声，我一定会为你做主的。张姐，你好像变了个人。那你记住了啊，从明天开始啊，我全天候守着你。他们呐，休想再欺负你一根毫毛。乐乐，该起床啦，要迟到啦。哎呀，这孩子睡得可真沉。为什么我儿子还是死了？这就是蝴蝶效应。你的出现推迟了他的死亡时间，改变了他的死亡方式，制造我儿子跳楼自杀的假象，再把我除掉。又是你，麦佳明！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无论你在哪里，只要吹响口哨，我就会出现在你的身边。好，这一次我一定要让他得到应有的报应。这不是我住了10几年的房间吗？我竟然变成了我最讨厌的人。你不是一直想要搬到我的别墅吗？这下你应该开心了。放心，我已经叮嘱好了真真，不让她在邻居和别人面前叫我爸爸。可是，我昨晚梦到了谢秋，心里直打鼓。怕什么？他都已经死了那么久了，况且我们做的那么隐蔽，
看你有根白头发，我帮你剪了。我接个电话。今天是开学第一天，我又被村浩欺负了，但我不敢告诉爸爸和妈妈，因为爸爸说过，如果我被欺负，说明我是一个有问题的弱者。为什么他们不欺负别人，只欺负我？爸爸说，如果妈妈问我想和谁在一起生活，我必须回答想和爸爸在一起生活，不然他会让妈妈一辈子不好过。今天是我的生日，欧阳阿姨带我玩了一天，我偷偷地向月亮许下了愿望，可不可以让我妈妈回到我身边？我不喜欢编程课，也不喜欢高尔夫，但爸爸要求我必须学。可是我做好什么都好像没有办法让爸爸满意，可能只有离开这个世界，爸爸才会喜欢我吧。是妈妈对不起你，爸爸从来不知道你心里竟然藏了这么多的秘密。亲爱的，下周我生日，我们一起去泡温泉吧。你今年的生日将是你明年的忌日，儿子，妈妈一定会让伤害你的罪魁祸首生不如死。请这里就好。好。行，谢谢。林真真是熊猫儿型血，而林心妍和麦佳明都是 O 型血，那说明林真真不可能是麦佳明的亲生女儿。这会不会是林真真的生父？你好，这里是阳光墓园，很高兴为您服务。哎，姑娘，你又来了。你对你弟弟可真好，时不时的就来看他。是啊，我对我弟弟一直放心不下，年纪轻轻就离开了我。我记得当年你在墓前哭了好久啊，你说你弟弟是因为误诊死的，真可惜。误诊？好好的人啊，被送进精神病院，能不疯吗？林小姐，病历和死亡证明都在这儿，都这么多年了。您弟弟这事儿啊，虽然是在我们这儿出的，但这事儿他真不能赖我们。我弟弟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失心疯呢？你弟这事儿吧，真是，他当年被麦老师诊断为重度精神异常，还非要留在我们这治疗。你说一个正常人和一堆不正常的人在一起，他再正常，他也不正常了。你说的麦老师是麦佳明？林小姐，您失忆了吗？当年您弟弟出事的时候，您发了疯一样的骂麦佳明，还抱着你弟弟说要替他讨回公道。哎，陈总，原来你不只是第三者，还是卧薪尝胆刺向爱人的利剑。难道我看错了？
难道我看错了？亲爱的，你在哪儿啊？我在外面逛商场呢，看中了几个包包。哎呀，但我卡里的钱不够了，你转我10万呗。我听不见你在说什么，信号不太好。这些包我都挑花了眼，索性全买下来了。你哪来的钱？你给我的副卡呀，当然是刷你的了。宝贝，你这也太败家了。这些包都是保值的，如果将来涨价的话，还能大赚一波。行了，我之后会调整卡的额度。嫁给你的这10年，你一个包也不舍得给我买，总得让你吐吐血吧。他来了，他来找我们索命来了。谁？谢秋，他来找我们麻烦了，亏心事做多了，我害怕。好了，有什么好怕的？他早都已经死了，就算他还在世上，我们对付他，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这是哪儿？去温泉度假村的路呀。心妍，心妍，没电了。心妍，你这是？知道你今天为什么这么嗜睡吗？你在酒里动了手脚，但你一口没喝呀。开门，开门！心妍，你想干什么？早料到你不会喝，昨晚你喝的汤才是我的 Plan B。心妍，你这是做什么？我们不是说好一起去温泉度假村庆祝我的生日吗？你这是唱哪出啊？啊！我知道了，你是想给我一个永生难忘的特别惊喜，对吧？等我关上车门，洒满汽油，看着你在火海里苦苦挣扎却无法逃脱，你觉得这够不够惊喜？你来真的？麦佳明，我的儿子死了，我的车祸也根本不是意外，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你感受一下爆炸而亡的痛苦。你是谁？我是谢秋。我要你为你所做的一切都付出代价。无论你在哪里，只要吹响口。
醒了。你在精神病院出现的时候，虽然躲过了我，但你躲不过监控。不过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身边居然养了一个要给自己弟弟报仇的白眼狼。我当然要防着你，只是我没想到，你根本不是林心妍，而是我那个软弱无能的妻子谢秋。你作恶多端，联合小三害死了我，还害死了我的儿子。那良心难道就不痛吗？良心？谢秋，要怪就怪你自己。要不是你非要和我离婚分家产，还要把我出轨的事爆出去，我怎么会做到这个地步？你还有脸说？麦氏现在上市，容不得一点丑闻。不除了你，我怎么办？所以要怪，就怪你自己。对了，还有我们的儿子，他的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居然还敢提儿子！如果你当初对他多一些关心和爱，而不是一味是打压他，他怎么可能会去自杀？你手上这么多条人命，居然一点忏悔之心都没有！我告诉你，你要是安分守己，我尚且可以让你安安分分的做你的麦太太。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自保。你别再给自己找借口了，毫无底线、不择手段。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会嫁给你。你的罪行，38层地狱都是便宜你了。好，要下也是你先下。这是我最后一个宿主，也是我最后一次机会。难道我就这么死了吗？要下也是你先下。我怎么动不了了？抱歉，我来晚了。谢谢你又救了我一次。如果不是你救过我，我现在没有机会救你。我救你？这是他本来的样子。你是当年那只黑鸟？你们不许伤害他！啊！跑着人了，快跑！这是幸运之石，会给你带来好运的哦。黑鸟是我到人间的化身，谢谢你当年悉心照料我的伤口，把我放回属于我自己的世界。所以你3番5次救我，只是为了报恩？我说过，只要你遇到危险，我就会出现在你的身边，和你共进退。别动！别动！这枪里只有1颗子弹，你们谁生谁死，自己选。这事和他没关系。别开枪！别开枪！一枪毙命，也太便宜你了。谢秋，藏龙手的事情还是我来做吧。
魏无心，开枪吧！魏无心，快开枪！我下不了手。魏无心，快开枪！魏无心，快开枪啊！谢谢你，让我有了更加坚定的勇气。为何绚烂叫人扑空？为何爱我这与我牢笼？为何等待都徒劳无功？为何求人这也像困兽？为什么越珍贵越浪费？致命的伤诞生于亲密，越追问越无解。哪有答案不过是咒语？我以为你是我的救赎，没想到你是打向我的心口的子弹。烂尾啊！魏无心为什么要杀自己心爱的女人？不接受，不接受！男主太坏了吧？有没有番外啊？想给编剧寄刀片？结局太草率了吧？主编，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你是不是想说结局烂尾，一堆恶评，不考虑出版了？啊，谢欣啊，我可没这个意思啊。破茧新生虽然啊黑屏比较多，但是咱也得承认，为了情节的反转，让魏无心的男性魅力缺失，这人物没有支点呐。我是想要出一个番外解释一下，魏无心这么做是因为他是谢秋的羁绊，他那一枪开出去了，才能够让谢秋的执念达到最大，琉璃石才能散出最大的光芒，这魏无心才能真正变成人，摆脱无心桥守护者的身份。你这个解释呀，太生硬了，你走的是情节流，忽视了人物内心。不过呀，你也不用出番外了，直接写下一部吧。啊？下一部？黑红也是红呀，你趁着热度赶紧写下一部。哦，好，没问题。那这一回我一定要让他们两个真真正正的为自己活一次。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是死了吗？老婆，来，这是你要的柠檬水。这是什么？这是我给你和儿子买的纹身素片，你俩生一起吃。这类药物服用后容易让人产生抑郁、消极情绪、精神恍惚、厌食。我复活了。我差点忘了，空腹吃不太好，我等吃完早餐以后再吃吧。好。老公，我给你煮了碗燕窝，你快吃了，好好补补。老公，我给你煮了碗燕窝，你快吃了，好好补补。我喝不了这玩意儿，燕子口水腥味太重了。你快喝杯水，漱漱口。
维生素吃了。是啊。我都吃完了。好。哦，对了，老公，马上就是我们结婚10周年了，我想办个庆典，怎么样？你不是向来最讨厌这种花里胡哨的场合吗？那是以前，现在不一样了嘛。麦氏建筑马上就要上市了，趁这个机会可以拉拢投资方，当务之急是找到融资。难得，你想到是这一层。那好，那庆典的事就交给你来筹办。好。重活一世，我要为自己而活，主导我的人生。乐乐，多吃点鸡蛋，补充蛋白质才能长高高哦。谢谢干妈。对了，新娘，我跟佳明结婚庆典的花束，到时候你们店可一定要给我们包圆了。谢谢亲爱的照顾我生意，我一定用心布置。佳明，心妍一路见证着我们的爱情，不如我们结婚庆典的发言人就让心妍来吧。我嘴笨，恐怕不太合适吧。妈妈，我想喝干妈买的果汁。好啊，妈妈去给你拿。吃饭。乐乐，果汁太甜了，我们还是喝白开水吧。心妍，以后少给他买果汁，要不然他老惦记着。啊，偶尔喝喝嘛，白开水多没意思呀，没有味道，天天喝，腻得慌。果汁里面都是添加剂、防腐剂，贪图的不过是口中的一时快感。老公，你喜欢喝哪个？我和爸爸都喜欢喝白开水。乖。老婆，老婆，你怎么来了？不是说好在酒店见面吗？你疯了！我也在想怎么办。你不是说他吃了药吗？醒不过来。你不是说他吃了药吗？醒不过来。哎呦，心妍啊，你今天可够漂亮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才是这儿的女主人呢。听说麦大少从来不带老婆参加聚会，怕丢面子吧？你们知道的呀，家庭主妇做久了容易变成黄脸婆的。亲爱的，原来我在你眼里就是个黄脸婆啊。
亲爱的，我不是这个意思。老婆，你今天可真漂亮。今天可是你最重要的场合，我当然给你撑好门面了。就是这裙摆有点长，走路不是很方便。我帮你。好。哎呦，麦先生还真体贴呢。麦先生，那你们先聊，我先过去。好。又是英雄救美，你没事吧？我不可能再次上当。谢谢，我没事。好玩吗？阿刚，我今天还为我们的结婚10周年准备了个惊喜。哦，是什么？哦，老婆，你什么时候那么懂情趣了？麦先生，你出轨妻子的闺蜜是否属实？你出轨的时候有想过儿子和老婆吗？不好意思，我拒绝接受采访。麦先生，麦先生，别走啊！好了，你说这什么事？麦佳明，我倒要看看，被曝婚内出轨，影响麦氏集团上市，你要如何收场？视频是你找人拍的吧？你巴不得我被所有人唾弃，你是存心想毁了我吧？好奇怪啊，不应该是我质问你，为什么在我熟睡的时候，在我房间和我老公搞到一起了吗？我们情难自禁，佳明对我很好，我不能没有他。我们发过誓，我们要在一起一辈子。林小姐，您失忆了吗？当年您弟弟出事的时候，您发了疯一样的骂麦佳明，还抱着你弟弟说要替他讨回公道。说假话的人，可是要吞1万根针的。我就是看不得你和他在一起，从小到大，你什么都比我好，比我强。我只有和他在一起，才有一种超越你的快感。佳明告诉过我，他根本就不爱你，他爱的人是我。那你爱他吗？他知道你有个弟弟叫林和雄吗？你怎么知道？我还知道，我们家保姆张姐也是你的人。不过，我可以帮你保守这一切的秘密。作为交换，我要你帮我个忙。出来吧。从典礼开始到结束，你跟了我一路，你有什么新花样？我们认识吗？还装？你不在无心桥好好待着，来人间干什么？无心桥？你小说看多了吧？我是你新雇的保镖啊。你们的侦探很给力，出轨视频我已经收到了，还有，帮我找一波媒体，出现在我的结婚庆典上。这个没问题。最重要的是，帮我找一个保镖，负责我和我儿子的人身安全。还有20天，我一定要竭尽所能，改变结局。你是万事屋派来的？放心吧，
我有8块腹肌，没人敢欺负你姐姐。还挺臭屁的。行，不过你得先通过我的考验，才可以正式上课。好啊，那你出题吧。我现在饿了，要吃夜宵，去小杨烧烤店帮我买20串牛肉串。这么简单？不可以使用任何交通工具。计时，开始。烧烤店都关门了。我知道啊，他们现在休息。那你还要……好啊，你分明就是故意的。抱歉啊，你没能完成考核。等等，我觉得你比起夜宵，更需要这个。这一切根本不是意外。刹车被动了手脚，是麦佳明的预谋。检查过所有零件了吗？放心吧，都检查过了。那你知道我为什么最后还是选了你做我的保镖？我年轻力壮，身体素质强呗，还略有一点小聪明。你是跑步跑得快，知道怎么抄近道，但是最重要的是你有极强的观察能力，这样才能够在危险来临之际保护我和儿子的安全。放心吧，瞧你紧张兮兮的样子，别担心，有我在。上一世你说的话我信了，但是这一世我不会再轻易相信任何人。你现在虽然是我的保镖，但是明面上还是司机。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每次开车前要把车仔仔细细检查一遍，才能驾驶。希望你可以一直保持这么好的记忆力。谢秋，我出轨怎么了？你还不是背着我，在这儿勾搭小白脸？麦先生，你误会了，我是谢小姐新聘请的司机。不得了啊，谢秋，还请了司机？你一个1分钱不赚、花着老子钱的家庭主妇，还不是拿着我的钱请的司机？麦佳明，你喝醉了。你这什么眼神？你在藐视我？谢秋，你干什么？你谋杀亲夫！我告诉你，我会报警的。谢秋，你干什么？你谋杀亲夫！我告诉你，我会报警的。这不过是乐乐切橡皮泥的玩具刀而已，这就怕了？你以前是百依百顺的贤妻良母，现在怎么变成了这样？从前的我已经死了，现在是新的。好，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你都是我的好老婆。对了，我让张姐给你炖的汤，我们现在回家吧。你这是突然良心发现，愧疚了？老婆，我就想好好跟你过日子。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是你老婆。你什么意思？我要和你离婚。凭什么这房子归你啊？你1分钱没出。婚内出轨你是过错方，而且我们结婚以后，为了照顾你跟儿子，我连事业都放弃了。就算是保姆，也得有保姆费吧？你少和我打感情牌！我告诉你，财产你1分钱也别想分到，我早都已经转移出去了。那你就等着你出轨的丑闻满天飞吧。我已经打听过了，那些媒体都是你找的，但我已经都打点好了，你别想威胁我。这是你近几年做假账的证据。麦氏正准备上市，要是麦氏总裁的亲儿子因为经济丑闻上了新闻，你觉得你父亲会怎么想？我可以帮你保守这一切的秘密，作为交换，我要你帮我个忙。你想要什么？你净身出户。你只会一无所有，你玩不过我，
我们对付他，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就这么点儿，下次记得多带点儿。小同学，你把人家的东西都踩扁了，想不想尝尝被轮胎压扁的滋味？不用，不用。放心吧，我不会以暴制暴，弱者才会这么做。我已经录下了你们欺负乐乐的视频，要是你们不想让我发给你们的爸爸妈妈、同学、老师的话，知道该怎么做吗？阿姨，我们就跟乐乐闹着玩的，你别当真。闹着玩是吗？好啊，那你把你的书包也给我，我也跟你闹着玩玩。老大，我不玩了，我害怕。马上给麦乐乐道歉！林真真根本就不是受害者，而是幕后的怂恿者。你们谁也别想欺负我儿子。解决完渣男和腐烂的婚姻，我要保护我最想保护的人。很好，继续保持。2个小时了，休息一下。乐乐，谢谢妈妈。乖。这几天我一直接送乐乐上下学，那帮小孩子已经完全不敢接近他了。柿子专挑软的捏，要是不震慑他们一下，只会变本加厉。乐乐缺乏运动，稍微一动就累了。不过呢，课程已经安排好了，先学拳击，再学跆拳道，这样不仅强身健体，还能学几招防身术。可是这样强度这么大，他会不会适应不了啊？所以啊，他更需要锻炼身体素质了。再说，有我看着他呢。乐乐，怎么了？怎么了，乐乐？啊，我看看。对不起啊，可能是我给他布置的强度太高了，他的身体一时无法适应，所以出现了排斥反应。医生，怎么样了？病人是由于中毒导致的急性反应，幸好送得及时，再晚一点，恐怕华佗在世也救不了了。中毒？好端端怎么会中毒呢？是不是吃错了什么东西啊？初步判定不是食物中毒，是药物中毒。你走吧，守着乐乐一夜苦前夕这种东西对我没用。我跟你解释10000遍了，虽然乐乐的健康餐是我做的，但也不能证明是我下的毒啊。乐乐这2天天天和你待在一起，除了学校食堂就只吃过你做的饭。虽然我还没有找到充足的证据，但你也不能排除嫌疑。好，我懒得跟你解释了，但我没做过的事情，我绝对不会忍。你虽然长了一张人畜无害的脸。
谁在我生。妈妈，这个不好喝。乐乐乖，医生说了，这几天你只能先吃流食，等过2天你病好了，妈妈就带你去吃好吃的，好不好？妈妈，那我想喝张姐榨的西瓜汁，西瓜汁也是流食。张姐，乐乐这2天都是在学校食堂吃的饭，但我还是忽略了你的别有用心。这杯西瓜汁是今天早上乐乐上学的时候你放到他书包里的吧？这天气热了，我就榨杯果汁给孩子解解暑。解暑？那为什么这杯西瓜汁里被下药了？你的心肠未免也太歹毒了吧！太太，这里面肯定有误会，我这么心疼乐乐，我怎么舍得下毒呢？事到如今你还在狡辩，要不是抢救结束，我儿子就没命了。你知道你现在已经犯法了吗？如果你再欺骗隐瞒，那就是罪上加罪。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太太，我是一时被猪油蒙了眼了，是灵性眼。别拍了，别拍了，快帮忙救火！救火！求求你们，快帮帮忙！那女的是谁呀？谢秋，谢秋，你为什么毁了我的花店？因果报应。因为佳明爱我，你嫉妒了，所以你才放火烧我的花店，对吗？张姐已经进去了。对，是我让他给你儿子下的药。从小到大，你什么都比我强，我嫉妒你，我嫉妒你的容貌、你的成绩、你的一切，所以我要让你失去你最宝贵的东西，也就是你的儿子。那现在你最宝贝的花店烧了，你什么？谢秋，前脚刚离婚，后脚就勾搭上别的野男人，这儿怎么有个长舌妇颠倒是非、倒打一耙呢？老板，对不起，该我抽烟的时候不小心，我见他找我之后，我害怕，我就跑出来了。林心妍，我是不会赔上我的下半辈子去做这种蠢事。我今天来只是想问问你是不是有个女儿？你怎么知道？是我让孙浩这几个同学合伙欺负麦乐乐，对不起。我警告你，别再动我儿子。好了。哦，对了，我还没来得及问你，你怎么知道我在花店？你从乐乐的病房出来之后，我就一直跟着你了。乐乐的事是我错怪你了，我承认，我对你有一些偏见。那现在呢？也许我不该戴有色眼镜去看你，可能你跟他只是名字长相一样，但根本就不是一个人。
按照离婚协议，房子归我，半个月之内你搬出去，没有食言。那从今往后，互不相干。你要干什么？钱和房子都给你了，但我可没答应儿子也留给你。不行，儿子不能跟着你，你根本就不了解儿子，你不适合抚养他，你只会毁了他。可是我做好什么都好像没有办法让爸爸满意，可能只有离开这个世界，爸爸才会喜欢我吧。你懂什么？我这是属于激励式教学，只有这样，他才可以成长得更好。如果你想带走儿子，就从我身上踏过去。好。你要是想带走乐乐，就从我身上踏过去。好，那让儿子自己选，尊重他的选择。行。乐乐，你已经9岁了，可以遵从自己的内心，说出你的真实想法。乐乐，爸爸也是爱你的。爸爸说，如果妈妈问我想和谁在一起生活，我必须回答想和爸爸在一起生活，不然他会让妈妈一辈子不好过。别怕，妈妈在呢。爸爸，我想好了，我要和妈妈在一起。妈妈为了保护我，你们谁也别想欺负我儿子，为我挺身而出。我也应该和妈妈一样，勇敢一次。今天本该是我车祸的日子，这是不是代表我可以主导自己的人生结局？今天是我们心理咨询室开业的第1天。从前，我为了老公和家庭放弃了自己的事业。从今天起，我要为了自己而活。祝我们工作室开业大吉，红红火火。谢秋，可真有你的，居然找了一群家庭主妇来做员工，可别到时候就倒闭了。他们都是拥有专业心理资格认证的心理咨询师，只是为了家庭放弃了自己的事业。10年的家庭教育，我们又不是什么慈善机构。我们是以帮助女性利益为主，帮她们脱离困境，反家暴、反 PUA。这条新赛道，还是你给我的启发呢。我知道，你总觉得我亏欠了你，于是你拿着我的钱，在我店对面打擂台，是想要报复我吧？我把店开在你的对面，借走你的客流，是为了能够更快准狠地确定垂直目标人群，客户减少了搜寻时间，我们还省了一笔营销费用。谢秋啊，没想到离婚之后，你居然变聪明了。是你的愚笨和浅薄显得我聪明。不过现在有点意思。哪肯不服输？哎呦，女儿啊，你可有出息了，都上新闻了。开了公司也没和我说，分了不少钱吧？你不能拿走这些，这是佳明送我的。你懂什么呀？啊，我拿走了，他才能给你买更贵的。傻了吧你！来，赶紧给我转账去，每个月10万，1分不能少。小本生意，入不了您的眼。哎呦喂，您瞧您，离婚后这大别墅也归你了，公司也开了，分了不少财产吧？分了多少是我的事，和你没关系。哎，你怎么和我说话呢？我可是你亲妈，那你的钱不就是我的钱吗？啊！
家给评评理呀，评评理呀！我辛辛苦苦一手养大的女儿，居然不赡养我，还要把我赶出家门。阿姨，你这样子，我们怎么做生意啊？我不管，谢秋不来，我就不走。我看他躲得了一时，他能躲一世吗？我没有躲，我是嫌丢人。丢人？狗还不嫌母丑呢，你嫌我丢人啊？天底下哪有像你这样苛待自己母亲的啊？继续哭啊！有本事你就天天在这演。你不是想要钱吗？合同我都帮你拟好了。我胸口不闷了，我好了。我知道你还是很有孝心的。我现在所有钱都投在公司，现金流不多。这是一份入股协议，每年都能给你带来高额的回报和分红。现金比起股份，那是差了几十倍。如果你想要现金也可以，只是我拿不出那么多。我不傻，我就要股份，那可是源源不断的钱呐。岳母。哟，佳明啊！哎呀，佳明啊，就算你和我们家谢秋离婚，那你在我心里啊，也是1顶1的好女婿啊。岳母，您今天看起来心情很不错。那当然，我现在呀，是我女儿公司的大股东，以后啊，你就叫我梁总。大股东，看来你女儿对您可真是好。那当然。投了不少钱吧？我投了几百万，但是未来啊，我会有上亿的收益。啊，投资回报率这么高。不过以我对谢秋的了解，他可不是什么慈善家。哎呀，我和他就是一家人呐，他的不就等于是我的吗？况且啊，我们还有白纸黑字，你放心吧，我的收益1分也少不了。行啊，岳母，那我帮您看看。好啊。只可惜啊，你被你女儿骗了。大家都来呀！大家都来！我告诉你们，我女儿拿着这个阴阳合同啊，骗我投资入股，把我多年的积蓄啊，都骗光了。我现在是无家可归。他女儿就是这家心理咨询室的老板。当老板就这么坑自己亲妈？你也太狠心了吧！骗我投资入股，结果呢，这个公司全是空壳公司，没有一点法律效力。你这个白眼狼啊，你连亲妈都骗了啊！我从来没有逼你在那份入股协议上面签字，是你自己因为贪婪放弃了现金，选择了利益更大的股份，而且我也没有说过你入股的那家公司是我的公司。你们大家给评评理，这丫头多有心计呀！我可玩不过你，玩不过你是吧？好，我手机直播，全网曝光。直播曝光是吧？对。好啊，那正好让大家一起看看，这里面是这10几年以来，你向我索取所有钱财的账本。他这个就是伪造的，假的。里面的每一笔数额我都有转账记录，我怎么伪造？自从我结婚以来，你每个月都向我索取高昂的生活费，我所有值钱的包、首饰都被你给拿走，连我儿子的辅导费你也没有放过。这个里面不过是让你入股那300万而已。哎呦我妈，这妈才是吸鬼的。姑娘好样的，我挺你。
梁慧文是你妈妈，她借了我们高利贷，欠了好几百万呢，没钱还，说我们来找你。他借高利贷跟我有什么关系？哎，嘿嘿，我们可调查过你啊，又是开公司，又是住着大别墅的，这点钱不会还不上吧？我告诉你啊，你妈可在我们手里呢。他借高利贷，你们就去找他，我1分钱也不会帮他还。你，哎呀！早就料到你们不会给钱，放心，我给你们准备了个大礼，带上来。女儿，救救我呀！我不想死啊！要不是你掏空了我的口袋，我怎么会听麦佳明的话去借高利贷呢？麦佳明，他说，不管我借多少，你都会给我兜底的，你不会不管的呀。既然你这么相信他，为什么不找他还？我是不会帮你擦屁股的。我实在是没钱还了，这利滚利的，我承受不起呀！你们要是不帮他还钱，我就送他去戒烟了。那是你们之间的问题，而且我奉劝你，这附近都有监控，如果做出什么犯法的行为，可是要去坐牢的。我告诉你们，这周边的监控啊，都被我们已经处理过了，警察是查不到我们头上的。你们干什么？我没说错吧？这个小白脸就是他的新男人，你们抓我是没用的。你们搞错了，我不是她男朋友，就算杀了我也没用。而且我告诉你，我已经立过遗嘱，我死，梁红梅分不到我的1分财产。我。 I get defensive and insecure. My own worst critic. Behind a closing door, I'm fragile. Infectious, that's for sure. I burn myself down to the ground. Oh, can I ask of you to treat me soft and tender? Love me hard and true. Or am I late to rescue? Love me soft and tender. Ooh, can you love me like, can you love me like, can you love me like that? Ooh, can you love me like, can you love me like, can you love me like that? I'll just keep repeating it in case you didn't catch me. 我有这么见不得人吗？ Can you love me like, can you love me like that? Can you love me like, can you love me like? 昨晚你晕倒之后，巡警就来了。你妈妈因为非法借贷已经被拘留了，那几个经营高利贷的混混也将接受法律的制裁。今后你少了一桩烦心事儿，你妈妈再也不会打扰你的生活。啊，差点忘了谢谢你，又救了我，还让我留宿了一晚。哎呀，我昨晚扛了你一路，很累的。扛？我有那么重吗？你天天在我脑袋打转，当然重如千斤啊。我以前玩躲没有啊，小屁孩。你这房子阳台封起来挺不错的嘛。这房子是我租的。你一个人租这么大个别墅？来，仔细看看那边。
那不是我家吗？对啊，因为这里离你的别墅只隔了一条马路。所以，你是为了照顾我跟乐，专门租了一个别墅？刚成名保镖那会儿，总有人神神秘秘的跟着我。我知道，那是你对我不放心，但我根本没放在心上，因为我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的。没关系，以后就是自己人了。看给你饿的。怎么了？别动。那个，我去洗个碗。我不是故意瞒你的，因为我的身份，我必须保护雇主的人物信息。你除了是欧阳家的狗，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小秋啊，吴昕是我派到你身边获取你的 DNA 样本的，他有他的职业操守，不要怪他啊。可是我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我姓谢不姓欧阳，又怎么能证明我是您孙女呢？我儿子建成自小叛逆，也不愿意继承我的产业，于是就改名换姓，彻底失踪了。后来我才得知他在车祸中身亡，留下了一个女儿，叫谢秋，也就是你。小秋啊，你就是爷爷嫡亲的孙女啊。你就没有什么要跟我解释的吗？堂姐，这有什么好解释的？吴昕哥哥不过就是被爷爷派过去拿到了你的检测样本，这就大功告成了呗。成为我的保镖，也只是你的计划。你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拿到我的毛发样本，对吗？你只有100%的信任他，他才可以顺利接近我。你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拿到我的毛发样本，对吗？
吴昕哥哥，陪我去做美甲吧。请求女士，好了。你好，谢女士，请问您把这个阳光心理咨询室经营的有声有色，请问有什么秘诀吗？秘诀倒是谈不上，只是我比较能够共情女性的不公遭遇。我希望能够通过我们微薄的力量，帮助她们重获新生，书写新的序章。您的愿景十分美好。那么，请问是什么促使您开这样一家专注于女性心理的咨询室呢？是因为我的家庭就不幸，所以我更希望能够帮助那些女性能够脱离身陷囹圄的困境，从那些阿萨的泥里走出来。亲爱的，你说谁是烂泥呢？我正在接受采访，麻烦不相关的人士出去。不好意思，我想应该走的人是你。我想应该走的人是你。你扔掉也没用。这告示上写的清清楚楚，这栋楼是属于麦氏的建筑，现在需要重新翻修，所以责令你立刻搬走。按照合同，租赁时间还没有到期，那就按照合同赔你违约金。你明明能够在我开业的时候用同样的方式赶我出去，却偏偏等到现在，就为了故意恶心我。是，你现在可是大红人，这些记者都争着采访你，我自然是要让你尝一尝从这高峰跌落谷底的滋味。好啊，1周之内我就会搬出去。这次是欧老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孙女，才举办的这场慈善宴，要好好把握机会。放心吧，爸。哎呀，欢迎欢迎，老麦啊，欢迎你来参加我们欧氏的慈善晚宴。以后啊，还望欧老多多提携我们这些后辈啊。哪里，合作才能共赢嘛啊！爷爷，爷爷，不好意思，我来晚了。谢秋，上回是我考虑欠家，要不你还是搬回来。麦佳明，这川剧变脸都没你变得快。不过，还是很感谢你。要不是你，我的咨询室也不能开到欧阳集团旗下最繁华的地段上。你现在是欧家的掌上明珠，之前我多有得罪，还希望你看在我们多年夫妻的感情上，接受我诚挚的道歉。呀，姐姐，没想到我们选衣服的眼光这么相似啊！要不你去把它换了吧？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大家要是把我们都认错了，那可怎么办？既然你介意的话，那你就换好了，我不在乎。你。谢谢你刚刚为我解围，只是没想到我们可以这种方式再次见面。你堂妹似乎对你很有敌意啊。她本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现在多了个我，分走了她的爱，她自然会不甘心。没想到
你还挺会为他开解的。你和大哥的事我都听说了，是他亏欠了你，委屈你了。当初是我自己选择要和他结婚的，现在不过是为这份选择付出了愚蠢的代价罢了。如果当年有另外一个追求者，你会选择谁？过去就过去了，人要有翻篇的能力。开门会要开始了，进去吧。这位是？你先进去吧，我马上就来。也不是我的保镖了。接下来出场的压轴拍品是来自于意大利的水晶大师的杰作《幸运之石》。这是他本来的样子。你是当年那只黑鸟。这是幸运之石，会给你带来好运的哟。好，下面竞拍开始。32号出价30万。32号价30万。18号出价40万。9号出价50万。好，32号出价60万。60万一次。100万。100万。9号出价100万。有没有比100万更高的？100万一次。100万两次。恭喜这位先生，请这位先生上台来领取您的幸运之石。我想将这份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幸运之石送给在场一位女士。你在搞什么鬼？我就是想单纯的送你一个礼物。病人是因为低血糖引起了晕倒，没什么大碍。他平时不按时吃饭，作息也不规律，是我疏忽了。你又不是她男朋友，说这些。这是我给他开的药，以后可以多准备几颗巧克力，随时补充能量。好了，医生。你还好吗？你没事吧？想喝水。医生说了，你是因为低血糖才晕倒的。以后不许熬夜，不许按时。大哥，时间不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这里有我照顾。还是你先回去吧，我留下。老师回避一下，要打针了。两位先生，麻烦让一让，我要查房了。你等会儿吧，里面正在打针呢。打针？谢女士不需要打针的。
打针，谢女士不需要打针的。谢秋，他们伤着你吧？没有，我一早就有预警。护士天天待在室内，鞋子怎么会这么脏？这是什么药啊？辅助理治疗的。有单子吗？你人没事就好。军管的检验报告出来了，上面有足以致人死亡的新型毒药。所以我又和死亡擦肩而过了一次。谢谢你啊，我会支付你今天的费用的。打住！我可不想做你的一日四期。今天送你回去呢，是作为魏无心本人的真实想法。那欧阳雅呢？我只是把她当做我的妹妹。妹妹，和妹妹一起手挽手做美甲。我是不可能跟她在一起的。我那天陪她做美甲呢。无心哥哥，陪我去做美甲吧。是我单纯想看你反应，但没想到你根本就毫不在意啊！那你接近我，利用我的信任，这总是事实吧？停车！停车！师兄，是，我确实为了完成任务隐瞒了我的身份，但跟你相处的这段日子里，是真实的我，我没有骗你，也没有想利用你。我以为你是我的救赎，没想到你是打向我的心口的子弹。我要怎么相信你不会再次骗我？ Down for me 너를 떠날 수밖에小陈啊，听说最近你和谢秋走得很近啊？哦，谢秋是我大学时期的学姐，我承蒙过她很多照顾。那你觉得你大哥要是重新追求谢秋，他会同意吗？爸，您别乱点鸳鸯谱了，大哥他们已经离婚了。我们麦氏建筑现在急需欧式大财团的资金，如果他们俩重修旧好，那也是一桩好事啊。好，哎，老爷，谢秋小姐来了。啊，快请。麦叔叔。 这是我爷爷让我给您带的一些补品，请您相纳。你太客气了，快坐，快坐。谢秋，这是特意为你准备的水果，都是你爱吃的。离婚以后我口味就变了。小秋啊，佳明不懂得珍惜你，我私下已经教训过他很多回了。哦，我和裴晨还有事要聊，你先坐一坐。爸，吃。麦叔叔。 如果您今天找我来是因为这个事情的话，那我想大可不必了，因为我是不会向下兼容，去扶贫我这个前夫的。谢秋，你骂谁呢？我告诉你，你可别不知好歹。小秋啊，先别着急走，我今天很想跟你聊聊我们两家合作的事。好啊，那就和我秘书聊吧。
等等，如果你是要为你父亲做说客的话，那我想大可不必了。我可能劝你和大哥和好吗？他根本配不上你。我承认，麦氏建筑很需要你们的扶持，但我相信你和欧阳爷爷一定会做出正确的判断。那你就把我想得太好了，我说不定会为了报复麦佳明而拒绝跟你们合作。爸，您处处偏心裴晨就算了，他一回国，您就让他接手了麦氏建筑，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您的亲生儿子。小程虽然是我的养子，但他脑袋活络，由他管理麦氏建筑，我才放心。不，你根本不屑于报复。你现在身处高位，报复他，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我曾经是很恨他，但要是一直活在恨里，就会丧失自我。我现在只想好好生活。好好生活的必要条件，照顾好自己。你低血糖，记得补充能量。好，下来。所以您是不是一早就打定主意，让他作为继承人？以裴晨的能力，一定能将麦氏建筑做大做强。你再接手，就能一劳永逸。真的？我名下所有的产业和财产都是你一个人的，我怎么可能白白送给和我毫无血缘关系的外人？爸，姜还是老的辣。妈妈为我出头后，孙浩他们不敢再欺负我了。我也开始学习自己喜欢的课程。离开爸爸和妈妈一起生活后，我发现我每天都很快乐。吴昕叔叔教我打拳的时候，虽然他很严厉，但我很喜欢他，也喜欢看他和妈妈拌嘴的样子。哦，原来今天是你的生日。你在搞什么鬼？我就是想单纯的送你一个礼物。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你就不要给吴昕哥哥瞎献殷勤了，他已经名花有主。我要怎么相信你不会再次骗我？醒醒吧，离过婚还带着孩子，年纪又这么大，整天摆着一张脸，你觉得吴昕哥哥凭什么喜欢你这样的人？春宵一刻值千金，你就不要打扰我们了。魏无心，魏无心，魏无心。哼，这里可是荒郊野岭，不会有人来的。欧阳雅，你知道你这是在犯罪吗？不耽误你们办事儿，好好弄吧。你要干什么？小妞儿，
这个没毒。这可是个催情剂呀！一会儿啊，你就好好陪我们哥两个玩玩吧。你别过来！这可是个催情剂呀！一会儿啊，你就好好陪我们哥两个玩玩吧。你别过来！魏如心，谢秋，你是怎么找到我的？欧阳雅把我灌醉之后，拿我的手机给你发了消息。
也偷走了我家的钥匙。等我醒来之后，已经察觉到不对了，但还好，你带了我送你的项链。项链？那个项链里装了全球 GPI 定位芯片，所以我才找到了你。虽然我不再是你的保镖了，但我可以换一种方式保护你。醒了？我怎么在这儿啊？昨晚你发烧了，我就只能把你带回我家了。是人哪有不生病的？把粥喝了，然后一会再把感冒药吃了。哎，你就让我自己干喝啊？那不然呢？好的，我知道了。怎么了？那天在医院袭击你的那个护士，是欧阳雅派的人。欧阳雅，她到底对我有什么仇恨？要三番五次这么害我？可能是我1周之前拒绝了她的表白，但心里可能不太舒服。所以她是把我当成假想敌了。你能不能自信一点啊？你才不是假想敌，你是我的。是你的什么？虽然我不再是你的保镖了，但我可以换一种方式保护你。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我有8块腹肌，没人敢欺负你姐姐。还挺臭屁的。行，不过你得先通过我的考验，才可以正式上岗。瞧你紧张兮兮的样子，别担心，有我在。因为我相信时间会证明一切的。没关系，以后就是自己人。今天把你们姐妹俩叫过来，是为了清理门户。瑶瑶，是不是我都把你惯得不知天高地厚了？什么肮脏手段都使得出来。谢秋可是你唯一的姐姐，又不是亲姐妹。无论什么人，也不能用这种肮脏的手段去对付她。你这种破鞋烂货，还给我在这装圣母呢！你跪下！跪下！我决定了，谢秋作为欧氏集团的唯一继承人，管理我们欧氏集团的所有产业。我不同意。谢秋她是二叔的女儿，二叔是宁拜师生的，我父亲才是正妻长子。他一个野种，他凭什么有资格？还是说，在正妻和小三里，您更偏爱的是小三？你，爷爷，爷爷，你没事。爷爷怎么样了？突发脑梗，刚刚醒了又昏迷了，现在医生还在会诊。我可是欧氏千金，你们敢拦我？好你个谢秋，肯定是你不让我见爷爷的。欧阳董事长分不过，他不想见你，和谢小姐无关。我不信，我要见爷爷！爷爷，爷爷，我是雅雅，我不是故意惹你生气的，爷爷。欧雅雅，你能安静点吗？这里是医院，把他带走。你凭什么？爷爷，别担心，
啊，我不进去了，我来医院只是为了看你。爷爷，爷爷有很重要的事要和你说。我也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爷爷，您觉得怎么样？小陈，你过来。临死前还有一个心愿。爷爷，海晨，我希望你可以娶小秋，让她一辈子幸福。爷爷，感谢大家百忙之中抽空来参加欧阳胜先生的葬礼。我代表我……你算老几啊？爷爷的葬礼轮得到你来主持吗？你别欺人太甚了，爷爷已经入土为安了，让他好安息吧。各位，我今天来到这儿，就是希望各位叔叔阿姨帮我评评理。爷爷才刚走，谢秋就把我革了职，还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这是你咎由自取的结果。哼，各位听到了吗？他承认了。爷爷既然任命我为欧阳集团的继承人，那我自然遵从爷爷生前的所有决定。你是说爷爷把我赶出了董事会？这是事实。你口口声声说爷爷让你做接班人，有证据吗？张秘书，公布吧。欧阳小姐，欧阳董事长在和谢秋小姐相认以后，就立好了遗嘱，任命谢秋为他的唯一继承人，所有财产将由谢秋女士继承。遗嘱公证过了，具有法律效力。不可能，我可是爷爷的亲孙嫡女，他怎么可能这么对我？不要再说你是什么嫡孙女了。你和欧阳爷爷根本没有血缘关系。欧阳雅是你大伯收养的，和欧阳爷爷没有血缘关系，所以这些年他一直在找你这个亲孙女。麦家建筑的董事长麦振天和董事会成员麦家明近日深陷贿赂风波，根据各方查证，两人存在巨大经济犯罪的事实，现已移交司法机关处理。你就不好奇我是怎么独善其身的？因为你跟他们不一样。其实他们之所以能这么快伏法，是我匿名举报的。那你这也算是大义灭亲了。这些年，我一直在找我的亲生父母，他们和麦振天原本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麦振天为了独吞收益，为我父母炮制了一场车祸。在福利院收养幼小的我，只是因为愧疚，在我得知真相以后，就一直在收集他们犯罪的证据，为的就是危及我父母的在天之灵。你已经做得很好了，现在也算是大仇得报，让麦家父子都绳之以法了。不过，我还有个梦想没有实现。什么愿望？你看看后面。在大学期间，我就一直默默关注着你，只不过被大哥抢先了一步，所以我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讲我的心里话。爷爷临终前让我好好照顾你。海晨，
我希望你可以娶小九，让她一辈子幸福。但我还是愿意听你的。今天，欧氏集团发布了一条喜讯：欧氏集团现任董事长谢秋女士将和麦氏建筑的总裁裴晨先生在近日内完婚。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美女，你别按了，那家小伙子昨天就搬走了。搬走了？对啊。你怎么在这儿？吴昕哥落了些东西，我来替他拿。他为什么搬走？搬去哪儿了？真可笑，你都要结婚了，还跑过来这做什么？我有话要跟他说。有什么话和我说都是一样的。哎，这东西这么重，你也不帮人家提一下？既然叫生灌养久了，那就当锻炼体能。没办法呀，我现在可是孕妇。你不会连这点同情心都没有吧？你怀孕了？是啊，怀了吴昕哥哥的孩子呢。Loving strangers, loving strangers, loving strangers. 谢小姐，您选的这套真是太有眼光了。这套是我们今年最火的设计师款。这套我觉得比较适合我，我看上了。小姐，不好意思，这套是限量款，全店只有1件。那我要了。是要结婚了？是啊，不然再过2个月我就要显怀了，得赶紧办婚礼呢。那恭喜你啊，要当爸爸。恭喜啊，你马上也是裴夫人了。这衣服我觉得一般，让给这位小姐吧。她不要的，我也不要了。出口就在身后，只需要回头。商业联姻，强强联合，你要的是荣华富贵。见异思迁，奉子成婚。你更喜欢的是背叛真心。我祝你一辈子幸福。我祝你一辈子不幸福。为何拥抱那么疼痛？为何爱我却把我葬送？为何港湾会
改变着迷宫，为何镜中人失去面孔？为什么越珍贵越浪费？致命的伤诞生于情里，越追问越无解，哪有答案不过是咒语？爱不爱我？谢秋，我听店员说，我的未婚妻在里面换衣服。你别误会，我不过是帮他拉一拉链。以后这种事就不麻烦你了，毕竟他的未婚夫是我。放轻松，马上就要结婚了。裴晨真是个体贴细心的好男人啊。好，接下来让我们的新郎拿出戒指，将它戴在新娘的左手无名指上。这小小的圆环将见证你们的爱情，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风雨，无论阳光，你们将携手并肩，相伴永远。等等，你们不可以结婚。谢秋，你不可以和裴晨结婚，绝不可以。林心妍，我和谁结婚，难道还要经过你的意见吗？裴晨，你这样对得起我吗？保安，保安，把无关人员给我请出去！今天我就要告诉大家，裴晨是我女儿林真真的亲生父亲。林心妍，你不要再闹了。裴晨一向洁身自好，怎么可能是你女儿的父亲？他说的没错，真真是我的女儿。他说的没错。真真是我的女儿。谢秋啊，谢秋，你自以为很聪明，连裴晨是什么人都不知道。我承认我做错了事，但都是因为你，是你在我酒里下了药，害我把你认成谢秋，才酿成大祸。裴晨，我铤而走险，为你偷偷收集麦家明的犯罪行为，被你利用。你却在这心安理得的和别的女人结婚，为了我，你还不是为了你自己？我根本就不爱你，我心里……够了！今天这场婚礼，从头到尾就是一场戏。我和裴晨没有结婚，以后也不会。我和裴晨没有结婚，以后也不会。
魏无羡，我知道欧阳雅没有怀孕，你也没有和她结婚，你这么骗我到底是为什么？我什么都给不了你，给不了你未来，给不了你承诺。我只有1个月的时间。不在乎那些，魏无羡，我就问你，你愿意做我丈夫吗？我真的爱你，句句不轻易，眼神中飘逸，我不愿意。总是在关键时刻清楚洞悉你的不坚定，配合我颠沛流离，死去中清醒。你能不能自信一点啊？你才不是假想敌，你是我的。是你的什么？虽然我不再是你的保镖了，但我可以换一种方式保护你。但我想告诉你，你值得被喜欢被爱，并不是真的没有人可依靠。那你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是出自你的本心，还是用他的身体让我感到我被爱？不想证明我不愿意。是你唯一。谢秋，只要你愿意，我永远在你身后。从今往后，我们就只是朋友。婚礼结束了，目的也达到了。欧阳爷爷知道，他一旦去世，势必会影响欧氏的股价，所以，我们只有结婚，两大家族强强联手，立好消息传出，才能稳住你掌门人的位置。这才是欧阳爷爷的苦心啊！原来，爷爷为我筹划了这么多。不如这样，我们演出结婚的戏码，等稳定了欧氏的股价，我们再做打算。好，成交。只是没有想到，我们的合作这么快就结束了。股价已经稳定住了，集团我也开始慢慢上手，再继续合作没有意义了。你是为了魏无羡吧？我只是想在我有限的人生和时间里，和我最爱的人在一起。麦氏建筑和欧氏集团的合资方案我已经拟好了，拿去看看。好。从今以后，你就是这里的女主人了。答应我，哪里也不去，一直陪着我，因为我们要永远在一起。你之前一直都是在和我演戏。谢秋，我会好好对你和乐乐的。
林心妍，你别想借着女儿敲诈我，我再说最后一句，1分钱也不会给你。这么烫，你发烧了？你们这样看着我，我怎么休息啊？裴先生特别嘱咐过，必须24小时看着谢小姐。麻烦2位大哥出去一下，我要给病人做个例行检查。好。你失踪之后，我一直在找你的信号，直到今天才出现了。没想到裴晨竟然这么对你。麦氏建筑集团总裁裴晨近日被一女子从高楼推下，不治身亡。该女子曾为裴晨生下一个女儿，该女子因凑不齐手术治疗费，导致女儿错过黄金治疗期，不幸身亡。作为母亲的她无法忍受女儿的离去，于是对裴晨痛下杀手。乐乐，去外边玩。妈妈，你看，这是吴信叔叔送你的礼物。去吧。上次我拒绝你求婚，是因为我觉得求婚这种事儿必须得男人来做。连枝花都没有。难道我还不是一枝花呀？在我为数不多的日子里，你就是我的全部。我希望在有生之年，可以不顾一切的和你在一起。只有死别，没有胜利。等一下，快给我戴上。 모두 그대의 곁에 내가 있어줄 수 있길 추억만 남지 않길 谢秋，好久不见。喂，你放开我儿子！喂，你别冲动，孩子是无辜的。 谢秋，好久不见啊！欧阳雅，你放开我儿子！妈妈救我！再哭我一枪崩了你！欧阳雅，你别冲动啊，孩子是无辜的。想让我放了你儿子？简单啊，把欧氏集团还给我！好，我答应你，但是你得马上放了我儿子。
跪下，向我道歉。跪还是不跪？你别欺人太甚了！我要你向我忏悔。你抢了我的无心哥哥，抢了我的爷爷，抢了本该属于我的一切。你站住！救护车马上就来了。这就是我的宿命。如果我彻底爱上一个人，我就会消失在这个世界。这都什么时候，你还要接着跟我开玩笑是吗？这枪是我还给你，我有心该开枪了。看到你为我哭的小花猫，我竟然有一种幸福的感觉。那你就撑住，加油！你每天都可以看着我。别人在乎，上一世那一枪不是我的本性，却只要杀了你，我就可以留在这个世上。但没了你，这个世界就变得好平。不行，你以为我还在乎那些吗？我已经不在意了。从我答应嫁给你的那一刻起，我就都不在意了。过去的那些都不重要，我只想我们能够好好的在一起。如果还有下一世，我们一定会再次相爱，不分开。不行。감춰봐도 감출 수가 없는 내 심장이 든 그대 수 없어도 만질 수 없어도 그래도 난 괜찮아 한없이 아파도 Goodbye, my love。还在下一世，好好等着我。就是两个纯爱战士了。恭喜你啊，谢欣！破解序章的销量再创新高啊！现在有影视公司打算买你漫画的版权，我看呀，你是要发达了。我这18线小作者要暴富了！哎，
魏无心。魏无心怎么可能会出现在现实世界？一定是我眼花了。你好，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还在下意识好好待着我。肯定在700年前就说过爱你，只是你忘了，我也没记起。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只是你忘了，我也没记起。